大家好，我是机学教育的青图。我们这一节视频讲解一下如何使用我们的斜率，以及通过斜率判断产品的前后模。我们产品在摆正以后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个分析。那我们的分析形状、斜率，在斜率的这个位置呢，我们进入到这个界面，点击我们自动判断的矢量，也就是说我们的开模方向。开模方向我们会根据我们的产品去进行一个摆放方向进行一个选择，而不是说默认的就一定是 ZC 轴不是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产品通过我们的摆放位置是吧，我们能够看出来我们的开模方向是 YC 轴。那我可以在这里呢直接点击这一根箭头，也可以在这个位置直接去选择我们的 YC 轴，都可以为了方便，我们通常会直接去选择，然后点击确定。确定以后，进入到这个斜率的一个界面，我们选择我们的一个最小值和最大值，这个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斜度选择。我们通常选择负 0.1， 这一边呢我们选择正 0.1。 然后呢我们要把我们的产品框起来如果说你不框起来，不选中它，那我们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选择应用。那我们通过这一个斜率，我们能够看到在我们的软件的右边呢，我们看到有几个颜色的区分，是吧？这几个颜色的区分呢，大家需要去观看3种就可以了。第一种就是我们刚刚所选择的正 0.1 的，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刚刚所选择的负 0.1 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中间值。那至于中间的这两种选择，这三个颜色是吧，我们都不要去管它。比如说这两个还有这两个为什么？因为从0到这里它属于一个阶段，那这个是属于一个顶点，这两个东西也是属于同一个势力那这两个东西也就是属于上面这一个势力，只是说它的一个大小不一样而已，因为它都是正值，下面的呢都是负值。那这几个颜色在这里所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所代表的是我们的前后模人或者说我们前模产品哪一个位置属于前模，哪一个位置属于后模的一个分析。那它的这个分析是由什么东西来决定的呢？这个是由我们的颜色来决定的。那这个颜色其实又由我们的拔模斜度来决定的。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这个有这个颜色的这个面都是有斜度的，除了这个绿色面除外。绿色面为什么它是0因为我们一开始所设计的这个数据它就是我们的拔模斜度。那这个0呢，我们先不要去管它，我们只要管这上面的颜色。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个这一条边和这一条边这个洋红色，我们把它摆正。摆正以后，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一条边的一个什么情况呢？一个起始值和一个终点。起始我们可以把它设计成这里，是不是？终点我们可以在这里，因为上面的是 R 角。那我们把它连起来。这一边呢也是一样的，我们把它连起来，是吧？因为这个是我们这一个产品的两条边，最大外形在这里的两条边那两条边以后我们怎么去明白，是吧？它这个就一定是前模了，那为什么不在后模了？很多新手同学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那我们把它连起来以后，我们可以在两条线中间，我们选取我们的画一条中心线画一条中心线。这条中心线呢，也就是代表着我们的开模方向。那我们的开模方向肯定不能够是弯的我画的是弯掉了，是不是？它肯定是直的，直上直下的。那直上直下这个位置，我们能够把这两条线连起来了，大家能够看出来有没有什么观点？上面这两条线我们是比较短的或者说比较小的，是不是？下面这两条呢比较大的，或者是比较长的。它有没有感觉像什么？是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是起点，上面这个呢是终点相当于一个什么？相当于一个梯形，正常的一个梯形，是吧？这种梯形如果说我们要去加工一块板，比如说我们的模板，是吧？我们的模具不就是我们的模板吗？模人吗？是吧？我们一块模人这样子的东西
啊，把它连接起来。我把它缩小一点啊。这一个位置是吧？是我们的分形面。我们先把我们的模人啊画一个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是不是？那如果说我们的模人这个位置这样子往前面缩，这个这样再这样，那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开口呢是大，里面呢是小，这个呢是符合我们正常的一个物理的一个现象，是吧？我们的东西都能够加工啊，能够伸进去。但是如果说我们反之把它改变一下啊，一个这样子的模人，如果说我们把它改成开口小，里面大了，是不是？那大家是不是能够看得到我们这一块区域啊，我们是加工不了的，是吧？加工不出来的，因为你的开口只有这么大啊，很难去把它这里的处理完成，所以这个呢是不符合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物理现象。那我们在这里呢，通过这个斜率能够看得出来，包括我们的后模啊，这个位置大家也能够去看一下啊。我们把它摆正，看到没有啊？我们这样子，它是上面大，下面小。那这个位置呢，我们就属于什么？属于后模。后模，我们中心线在这里嘛，是不是？所以通过这个位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我们的一个规律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把这个大的数值放中间啊，放中间这里，如果说上面是小的，是吧？那我们这个是属于前模。如果说这个小的在大的下面，那我们就是属于后模。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规律，大的把它放中间，小的在上面的，在大的上面我们是属于前模，小的在大的下面我们是属于后模。比如在这里啊，这个是大，是不是？这个是小，它在下面。那比如这里，我们大的在这里，小的在上面，那它就是属于前模啊。我们要明白，要通过这个知识我们去判断，而并不是说通过这个颜色啊，因为这个颜色呢我们是能够改变的。比如说现在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前模的颜色是这个洋红色，是吧？后模的颜色是这个蓝色。那如果说我改变一下这一个看模方向，它的颜色就会另外的去设置，会相反啊。比如说形状斜率，刚刚我所选择的看模方向是 YC 轴，是不是？那我把它选择的看模方向，把它变为负 YC， 其实是没有多大的一个区别的啊。负 YC，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吧？我们还是在同一条直线上面吧，是吧？没有什么改变。那我们选择确定，大家能够看出来吧？我们的颜色已经进行了一个更改啊，已经进行了一个更改。也就是说，我们原本属于前模的颜色，我们变成后模在这里的一个颜色显示。啊，前后模的颜色，也就是它颠倒了。所以呢，啊，大家要学会去用原理，要明白一个原因，而不是死的啊去看这个颜色区分。那剩下的呢，我们就还剩一个颜色，是吧？我们的绿色。那这个绿色我们怎么去区分呢？很简单啊，大家注意观察，绿色它如果说跟我们啊，我先把这个返回去啊，等一下会把你们搞晕掉。我们把它设置为这一个啊，大家观察一下我们的绿色啊，绿色如果说它是连接着我们的这个后模的，大家所看到的这一个颜色的位置连接起来的，那它就属于后模。比如说我这一个绿色，大家看到没有，跟我们的这个蓝色，也就是我们的后模颜色连接在一起啊，那它就属于我们的后模。反之啊，如果说我们的绿色和我们的前模的颜色连接在一起啊，那它就属于前模。那还有一种啊，就是我们脚踏两只船的，是吧？比如说我们这一个位置的一个绿色，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又连接我们的前模颜色，又连接着我们的后模颜色。那这一种呢，就属于我们现实中的啊，是吧？我们的墙头草，或者说脚踏两只船。那这一个东西呢，它可以做前模，也可以做后模。啊，但是呢，我们在后续啊会给大家讲到这一种位置的一个选择应该怎么去选，到底是做前模还是做后模，我们是根据什么东西啊去进行一个判断的。
那这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通过我们的分析斜率而进行我们产品的一个前后模的一个判断啊。那我们下一节视频我们就讲解一下这个产品啊整片体分模的操作方式以及我们的分模原理。